Endurance on the line, feeling the friction, breaking the law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Kinetic energy, precision in motion, drinking the sweat like it's a golden potion. 你看这两组分镜，一组是快节奏的画面，呈现一位运动员的力与美；另一组呢是电影感的慢镜头，让你看见一名年老的运动员背后的情感变化。这是同一个 Nike 概念广告，但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你猜我花了多少时间做出这些分镜呢？在这之前，我做一支10分钟影片的分镜啊，要花3天的时间，画出来的呢还是这个。我也不是在笑我自己，那我只是想要说我懂那种感觉，脑中有画面呢，但是说不出来。如果你在拍片的话，很大的几率会遇到这种状况。你写好脚本呢，带着你的摄影器材出门拍摄，回来打开剪辑软体才发现很多画面接不起来，情绪也不连贯。然后呢，你只能用现有的素材把它拼凑出来，变成一支可以看的影片。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刚开始不懂分镜，就是写好脚本之后就带着器材出去就拍，结果每一次回来剪辑啊，都是一场灾难。因为从之前拍摄影片中啊吸取到的教训，所以我后来去自学分镜，然后依照我的脚本去画那些分镜图。但是一支10分钟的影片我要画3天，等到要出门拍摄的时候再把那个分镜图拿出来看，有些我连自己都看不懂。我呢不是没有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让我把脑中的画面呢清楚而且快速的说出来。那因为我本身呢有这个痛点，所以我后来做了 MSA Y1 大师级分镜师机器人来帮助我。我是颖颖，今天呢我要示范我的工具 MSA Y1 2.0 大师级分镜师。那我会用一支 Nike 的广告作为原始概念来直接操作给大家看。MSA Y1 2.0 呢，它是用 Gemini Dream 的连接去开启的，你不需要安装软体，所以你可以透过连接点击进来之后，它就会显示一个这样的画面。我会做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我想要表现人运动过程中的力与美，所以影片节奏会比较快速一些。第二版我想要像电影一样去说故事，讲运动员内心深处的情感。同样的广告会用2种不同的叙事语言去表现。分镜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开拍之前让所有人都看到同一个画面，而现在呢这件事情呢可以很快速。然后今天制作的广告呢，我是用一个 Nike 原本广告的素材，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原始广告。Why do it? Why would you make it harder on yourself? Why chance it? Why put it on the line? With so much at stake, with so much room to fail, why risk it? Why would you dare? Seriously, why? You could give everything you have and still lose. But my question is, what if you don't?我是用它这个原版广告的台词，然后去重新写了2版的故事。今天我会先示范第1版，然后第2版的话，我会用加速的方式去呈现。进来这个 MSA Y1 大师级分镜师的机器人的时候啊，你可以先跟他 say hi， 然后他就会跑运作，会回复你。啊，我忘了按思考型，一定要按思考型。然后今天也顺便计时一下，这样会花多久的时间？他是你的 AI 分镜师，你可以把故事贴给他。如果你已经有想好的风格，就是例如说你想要做动画，那你可以风格可以直接跟他讲。另外，你最常使用的 AI 绘图工具是什么？如果你都不确定的话，他就会给你通用格式。角色呢，就是看你的故事，这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把你心中角色的样子，然后写给他。我会直接贴我故事给他。然后下面这是我故事。第1版的故事的话，就是讲一个年轻的跑者，他在比赛之前站在那个起跑线上的时候啊，脑中突然出现了自我怀疑，然后就是心里面有挣扎。最后呢，就是在他心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就是说，但如果不去尝试呢，就是刚刚 Nike 里面的那个广告最后一句。所以当这个跑者他心中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啊，他一瞬间就清醒了，然后
比赛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全力冲刺，把他的内容直接抠进去。然后设定的话会是1分钟，因为他刚刚那支广告也是1分钟。你输入故事给他之后呢，他会用他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故事，并且做一个摘要跟分析。你可以看他这个内容，就是说一名年轻人跑在起跑线上，面对巨大的自我怀疑跟恐惧。当他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他是不是你想要的内容。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跟他讲说我要修改。我当初在设计这个 MBA Y1 2.0的时候啊，我是以电影为轴心去设计的。比如说我在他的资料库里面输入很多电影的镜头语言，所以他会以电影的方式去分析你的故事。然后呢，他会问你6个问题，这时候你就可以一一回答。因为我这支影片想要节奏快一点，那我之前也有算过，如果你节奏要快的话，每一幕大概只有2到3秒钟。那如果不确定你的每个画面要多久的话，你就只要跟他讲你这支影片1分钟、2分钟还是5分钟，然后让他自己去计算。然后第二的话就是画面比例的话，因为是放在 YouTube， 所以我会选择16:9。然后第3的话是你希望观众看完之后留下的感受。然后第4的话就是有没有最在意的画面。我对这个故事的话，我最在意画面就是他冲破终点线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啊，以跑步来说，我觉得蛮常会排名前几名的，好像都是非裔人种，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设定应该会是非裔的年轻男子。他这边的理解正不正确，指的是前面这一段故事摘要与分析这边。那如果你觉得他理解的是正确的，你就回答说正确。那如果你觉得他不正确，你就是再修改。大量微观特写都在说你热血沸腾窒息 ，OK， 好。然后接下来的话，第3步就会是角色的外形。这边我当初在设定的时候，就是只要是跟提示词相关，不论是生图或生影片，这边还不是提示词，这边只是告诉你说他初步设计的这个角色外观。但是我那时候设计还是一样给他设计成英文，因为我发现 AI 它还是读英文方面比读中文方面来的厉害。然后还有就是场景的设计，场景也会有一致性的问题。如果说你的场景不做参考图，用文字去生图片的话，它也有可能场景会跑掉。你一样可以先生成一个角色的参考图，还有场景的参考图，之后在文字登进的时候啊，你可以把这些参考图当做电图，然后它会依照你的文字加上参考图去生成你要的场景。然后如果你觉得 OK， 那就继续。第5步的话，设计资产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参考图，这个 AI Image Prompt 就是可以直接让你复制，然后直接丢到你在使用的生图软体啊。我用的是 Gemini 里面的本身的生图。好了，出来它就是这个角色的3视图，正面、侧面跟背面。我这边有4个场景，所以它要生成4张图。每一个场景呢，会是用4宫格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空间它会用4个角度，这样子 AI 也可以依照你的这个空间的参考图去生成你要的分镜。反正呢，图片你就是一张一张的去生成。第6步的话是关键帧。什么是关键帧呢？就是像你在读文章或者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它不是每一句话或是每一个画面都是重点，它一定会有主次的差别，所以它会跟你说这些点呢，一定要呈现出来的画面，才会把这整个故事的重点讲出来。那如果你对它的某个特定画面觉得有疑惑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复制起来，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画面会是关键？那如果你对他这些说明没有疑问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第7步的话就是拆解所有的分镜镜头，生成的每一个镜头啊，它会编号。同时呢，也会有画面描述，然后观众视角、构图重点，然后为什么这样拍。画面描述呢，其实它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先告诉你，然后这个 prompt 的话就是直接丢给 AI 去生成的。然后在这里它就会说，你需要参考图。如果你图片生完之后啊，接下来就是图生影片嘛。这个 motion prompt 的话，就是直接扣给 AI。你在生影片的时候，就记得要把前面生成的图啊，然后丢到那个 AI 生影片里面，当做参考图，然后再把这个提示词复制上去，它就会变成图生影片。25个镜头应该不会一次跑完，对，它第一幕只有6个镜头这样看，那就是继续。它最后会出一个类似这样的检查报告啊，但是呢，我自己还是会请他再检查一次，因为
AI 它其实蛮偷懒的，即便我的提示词里面我已经设定了叫他们不要跳过，但是他们还是会偷懒，所以我一定会在最后跟他讲说，确认一下问题。电影的准则里面有一条就是说 show not tell， 就是意思是说你只要呈现那个画面，而不是用旁白去堆出来。我个人的话就会再把这些所有内容开一个 Word， 然后把它抠进去，然后之后在边生图边生影片的时候对于某些提示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会把它再进行修改。像你看他说目前总时长就是45到50秒，如果说你想要精确到达60秒的话，他就会建议你在哪个场景增加什么镜头，这样子就生完了。然后你看时间大概是26分钟，那这个过程呢，我还是边讲然后边去使用它。如果你专心去用它的话，速度一定会更快。我本身会统一，就是当他把那个分镜全部生完的时候，我给你们看，我之前有用同样这个故事，然后已经去做了一版，我会把它抠到 Word 里面，让它一次生完。生完之后呢，我就会开始一张一张图去生。像你看到这种红字的这个，就是我改过的内容。另外呢，这一版的我有给它生图，第一个就是参考图嘛，然后场景的时候他给了我3个场景，然后呢分镜图通常会这样子一格一格弄出来，当然格式不一定长这样，但是会这样一个个出来，然后写镜头1、2、3、4编号，外加这个拍摄的角度，然后它主要的拍的是什么东西，镜头要怎么推。最后就是 Nike 的 logo， 这个分镜表跟分镜图我之后会把它放在我的 Notion 里面，然后公开连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按那个连结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内容。第2版的影片，我的故事内容就换了，主要的话会是以比较像电影的感觉去说故事。那这个版本的分镜表跟分镜图呢，我一样会放在 Notion 里面，然后公开连结，让你们参考看看它的差别是什么。那这就是我花的时间。那你看这2版分镜摆在一起，一样的广告概念，一个呢可能会让你想要赶快动起来，另一个呢可能会让你想要哭。这就是情感基调的不同所创造不同的效果。所以你可以先想一想，你这支影片到底想要带给其他人什么样的感受？这个部分呢非常的关键。大多数人呢拍影片的时候卡在的地方绝对不是技术，是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感觉。手绘的时候呢，你脑中有很清晰的画面，但是手就是画不出来。想用文字描述呢，说出来之后对方却不一定能理解，结果就是要么将就的使用，要么就是一直不断的来回修改，又或者是拍完之后呢才发现整个方向都跑掉了。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你解决从感觉到画面的这个过程。MSA Y1 2.0 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在你的想法和拍摄之间搭一个桥梁。你告诉他你的情感、你的故事，他帮你把画面说出来，不是替你创作，是把本来在你脑中的事情呢具象化。你脑中的故事呢，绝对值得被看见，只是说现在有一个更快速、更清楚的方式去表达。分镜呢，并不是画图的技术，而是让所有人在开拍之前看到同一个画面的语言。而现在这种语言呢，你不需要花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它。如果你也在拍片或者是计划拍片，那我的建议是：第一，拍片之前呢，先想想你的这个影片的情感基调是什么，不是拍什么，而是观众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感觉。第二，把这个感觉呢用文字写下来，哪怕只是几个形容词，也是喂给 AI 最好的指令。第三，用 MSA Y1 2.0 去跑一次，看看它把你的感觉转换成了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呢，你再做自己的调整。这3步会让你在出门拍摄前，或者是在制作 AI 影片之前，就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呢，不需要会画图才开始，也不需要等准备好之后才能说清楚。我是莹莹，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事值得被看见。这个频道记录了我什么都不懂，慢慢向前走的过程。MSA Y1 2.0 现在开放公开测试，名额还剩下18个。测试很简单，用 2.0 跑一趟你的故事，然后填一份 Google 表单，告诉我哪里卡，哪里有问题。测试期到4月30日为止，连结呢在下方资讯栏里面。那我们下次见，拜拜。